姑娘何事？郎君万福，我杭儿，但名一个情字。哦，原来是二姑娘。我母亲说，郎君是一个好人，想必家中的情形，郎君也是见着了。这病的病，愁的愁，真的如火坑里一般。姑娘莫要灰心，总有柳暗花明。姑娘，你先起来说话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起来。若能得到郎君的照拂，花姐愿以此身相报。姑娘，你先听我说。姑娘，沈其不才，实在是难当此人。我与花芷的婚事虽未落定，但在我心中，我与她已有终身之约。无论贫穷或富，我都不会负她。便是做个妾室，花姐也是愿意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？臣妾。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啊？姑娘，姑娘。啊，你没事吧？二妹妹，沈郎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花芷，你回来了。芷姐姐，这个地上全是沙子，滑得要命，你可千万小心走些。沈郎君来家里探望，母亲叫我出来送一送客，没料反倒失了礼数。大姑娘，还是你替我送送沈郎君吧。今日多谢你提醒，我才把书追回来，再晚一步便无可挽回了。我帮你牵吧。不用，我自己牵回来的不差这几步。你快回去吧。其实你不必再来了，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况且你我之间本也就没什么关系。平时蔫不吭声，冷不丁窜出去，哼，比兔子还快呀！三夫人，晴儿也只是想替您分忧。真想替我分忧，倒是变出一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救救咱们呀！沈大郎跑得如此的快，看来也是个靠不住的。还男子汉呢，趁早审审吧。不就是个男子汉，差点把我们家家当全卷完了。大嫂，你们家的纸丫头真是天上没有地上难寻的。你是怎么教出这么个棒槌，非要冲出去强出头？钱是以为没拿回来，自己倒像一个小鸡崽儿似的被茬子给拿走了。先不说会不会连累咱们一家老小，他自己呢囫囵着回来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没有连累任何人。芷儿，芷哥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回来就好。我没用啊。多亏了钟书拦着，书我都带回来了，一本也不少。您先安心养伤，其他的先别过问。芷姑娘，别怪二婶多嘴，你这拼死走一回有什么用呢？那些钱财死活都是回不来的了。有用，今日若陈志得逞，明日便会有李治、王志来抢。我今日便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花家哪怕只剩妇孺，哪怕去找七秀司，也敢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即便他们讹诈抢掠，也休想占走一文便宜，只能落得败家示众的下场。从今日起，便不会有人敢学陈志那样抢掠花家。祖母，平安回来就好。七秀司并未为难我。那快坐。这是此物干系重大，孙女不敢私藏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应当交与祖母保管。
这是那天你藏下来的。哎呀，你说这纸丫头平时也不问东西南北，不是你的性情。祖父一生笔耕不辍，正身立言，我救不了祖父，只能救下这些纸。这些可都是不朽之作，足以传世。纸丫头，你这可是大功德。那孙女就不打扰祖母休息了。你觉得这纸丫头怎么样？老夫人，这大姑娘藏得深，我可品评不了。不过单看样子，倒有几分像当年的老太爷呢。更像您，倔劲像老太爷，优点都像我。你说的是。芍药，芍药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玩的，你看看。还有这些。芍药，或者你有什么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你做的药？嗯。芍药，这个药要怎么用啊？你教教我好吗？不痛不痛，痛得非常。老夫人怎么样？老夫人这一遭连惊带气，恐怕是伤了身子，今日总咳得厉害。先给老夫人盛。李哥，来，给李哥盛。娘，我不想喝。李哥乖，先喝碗粥，明日就有好吃的了。你骗他做什么？明日从哪里变出吃食来？我跟我儿子说话，要你多嘴。李哥，我们回去喝啊。慢点，芷儿，哎，你小心啊，你小心别扎到手啊。哎，小心啊，公主。哎，大嫂，说起来，沈家不是和芷儿应了亲了吗？可是到现在，他们也没有派人来退亲，不是？我在想，左右也是走投无路，看在芷儿的份上，要是咱们肯去求一求的话，三夫人别想了，沈家是靠不住了。行。油盐不进，反正明日横竖，连老祖宗的口粮都没有了。你是独来独往的，不用管咱们一家子的死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靠别人？从前是一荣俱荣，两厢情愿，那现在咱们花家到这般田地了，谁还愿意被拽进来啊？难道咱们一大家子人都靠这家女儿养活啊？那就算是公主和亲，也没有见着带婶子带侄子的呀。哎，三嫂，
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三嫂。四弟妹，事到如今没得说，他们花家长女脸面金贵的紧，如今只有我们2个儿媳妇豁出去了。我思前想后，现在只有一条生路，只有我和你的娘家是在京里的，不向他们伸手，明日还怎么活？这事情老祖宗定然不会同意。可他老人家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眼看山穷水尽，恐怕也只好如此了。芷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是不赞同的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陪我了。不要紧，咱们回城里一趟，就当来逛逛。这条回娘家的路，我还是头一回用我自己的腿走呢。从前，我娘最疼的就是我了，她连缠脚都舍不得给我缠紧些，又舍不得让那些嬷嬷们碰我，她就自己一边缠一边哭，哭得比我还响些。还有我爹，他平日里不苟言笑的。我那几个兄弟呀，都怕他，只有我可以爬上他的膝盖，拔他的胡子，他都不会生气。我出阁的时候，他们生怕我会受委屈，掏心肝的为我置办嫁妆。那抬香笼的送亲队伍呀，比这一整条街都长。芷儿，你说我该怎么向他们开这个口啊？祖父的事情天下皆知，你不开口，他们也必然知道。那我该要多少钱呀？要少了，我怕他们心里难受。想着我怎么过成了这样。四婶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你会失望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回去，两手空空的。你还不知道三嫂她那张嘴，不然我就要50贯吧。至少先把这个月的月钱给发了，稳住大家。饭钱、老夫人的药钱应该也能应付得过去。还有炭火，朵儿他们在睡梦中都冻哭了，我都听见了。还有李哥他们睡到半夜都冻醒了。这儿。父亲、母亲，我回来了，玉娘回来了。父亲、母亲，玉娘回来了，开门呀！父亲、母亲，你二老在吗？父亲、母亲，玉娘回来了，你二老听得见吗？开门呀！父亲、母亲，开门呀！玉儿，母亲，玉儿，你还是走吧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你爹还要上朝为官呢，更何况你那些兄弟们也……玉儿，你暂且先回去吧，待风头过了，我再劝劝你爹，一定会再替你想法子的。谢谢你啊，玉儿，你还在吗？您缺什么告诉为娘，娘都给你准备好，一定想办法再过些时日，找人给你送过去。
让你带的东西呢？夫人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哪位？是华府三夫人。是大小姐回来了，还不赶快报老爷和夫人！走，咱们回去。静儿，我的静儿，你可回来了！娘亲，爹爹，快进来，快进去。四婶，饿了半天了，不舒服吧？来，坐。我去给你打点水喝。芷儿，别去了。我不是胃不舒服，那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四叔知道吗？月份尚小呢，何况如今咱家这般田地，叫我如何说得出口？芷儿，我听说怀孕吃酸胃会舒服，你赶紧尝尝。你平日里聪明得很，难道没听过道旁苦里的典故？这红果早已过季，若是好吃，哪还能剩给我们？这叫猴渣子，它们的树干长得最快了，乡里人都砍来做柴用，它的果子还能入药呢。快尝尝。你看吧，这果然是猴才吃的。你试试嘛，说不定有用呢。真的很好吃。是吗？好酸。你快吐出来吧，这红果酸的要命，也只有我有这个口福了。让你多吃点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摘。我打你个贼人！叫你们偷我的果子，吃我的果子要短命的，要遭报应的。我一个孤苦婆子，我就靠这个林子活命呢。一担柴5文钱，一筐红果才3文钱，背到城里要2个时辰，你们还来偷，你们没良心！对不起，婆婆，我们以为是野林子。婆婆，我怀孕了，这个给你。家里没吃的，胃口难受，她才摘来叫我尝尝的。我们这就走。你怀孕了？等等，给，拿着。芷儿，人生怎么这么苦啊？拿回去吧。母亲，这就是你和爹的主意，让我把钱交给花家的人，扔下朵儿和灵儿，独自偷生。静儿，
2个花朵样的孩子，我们就不心疼吗？可谁让他们姓花呢？如今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还敢沾上一个花字？那你们又何苦再让我进这个家门？趁早把我撵出去便是了。金娥，听话。你爹为了让你回来，到处打点了多少回，让花家的媳妇儿进门，他也是提着脑袋的。你爹只是一个小小的皇上啊！娘，我怎么能就顾着自己有吃有喝呢？何况伯玉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你不用再说了。你男人横竖是没有指望，爹已经给你找好了壮士，你指日便可跟花家人一刀两断，爹会养你一辈子。可你要是想带着花家人回来住，那是万万不可呀。金娥，娘的心头肉，你就点点头吧。啊，娘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过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呢？娘，你们说的对。可朵儿、灵儿也是我的心头肉，爹、娘，你们的好意我受不起，以后也不会再来了。金娥，小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老爷夫人一向最疼你了，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。是。他们有难处，人人都有难处，只有我是最容易的，跪地求饶是最容易的。换成以前我未出阁的时候，只要让我能待在父母身边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一定会答应的。只是现在，我也是别人的娘了，我不能退，我也得挡在他们前面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盆泼出去的水。蠢货，这是铜的，值得多少啊？走，咱们去买柿子。夫人，拿着。朵儿爱吃。走。还有的，都买来了。您放心啊，城里城外的书司我都跑遍了，能找着的医书都在这儿了。多少钱？这点小事，我哪能管您要钱呢？要么你把书钱算出来报给我，要么陪我去演武场练3天。30贯852文头。好，发了俸禄我还你。哎呦，那我真的不好意思。好，我收下。哎，头，你脸上的疤好像变淡了啊。
乖，芍药，再吃一次好不好？不吃病怎么能好呢？哎，你瞧，吃了药，咱们就吃蜜饯梅子。不吃，吃了病就好了啊！吃了病就好了啊！芍药，芍药，芍药，你没事吧？芍药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药，听话啊，吃了药病就好了。吃一口啊，再吃一口，没事的啊，听话。没事的啊，没事。说了不喝了，你听不见啊？希儿，良药苦口，若不实施原来这方子，这些年都是这样治病的。倘若因为心智幼小就要受这样的折磨，我看不如就这样懵懂一生也挺好的。她是你妹妹，你自然比我有资格做这个主。去账房支一罐钱给先生，好好的送他出门。啊，多谢王妃。希儿，你既来了，就陪芍药好好玩玩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地上凉，回屋里待着吧。哎，别动，哥背你回去啊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拿药。抓紧点，抓紧点！哥哥。你怎么才回来？这么高。那些药没有用的，我都知道。你懂医术，也知道自己的病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的，哥哥，我不是病了，我是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我长大了就不记得阿娘了，不记得阿娘，这世上就没有人记得阿娘。不会的，
我也记得的，一日都未曾忘记。听说你把新请的郎中给赶跑了。良药苦口啊，这是人活在世上必须的修行，没别的办法。他苦了10年，难道还要再苦一辈子吗？不成啊，就让他这么浑浑噩噩、疯疯癫癫的过一辈子吧。芍药他没疯。你说我这个当爹的，难道能害自己的女儿？你又何曾把她当成过自己的女儿？就算是养只鹰、养条狗，也会常带在身边出去见人。你只当她是林王府的耻辱，是个见不得光的累赘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就把我当成过你爹？是不是成鲁宫那个人，他才是你亲爹？芍药的病，我会想办法。我亲耳听见的，周王妃院子里夜夜都有人哭。何止啊！哎，你们可别说出去啊！昨天早上我路过的，看见那砖瓦缝里都流血出来了。我听说王妃在自焚的时候还抱着西园的那位，想带他一起走呢。难不成是未能如愿，所以才发生这样的异象？这都10年了，你说这是这么回事？娘，娘，你可有话要同我讲？芍药。娘，不要！娘，希儿，是我。萧逸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来看看你的，刚好听到你喊娘。希儿，无论是害怕还是难过，都不用藏着。你是梦见你娘了，这没什么说不出口的。你是还在念着她，心中有执念。我如何心无所知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经常会想起她。倘若当时我能再与她亲近一些，倘若那天晚上我在她身边，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就连他自焚的时候，也只带了芍药一起，连句话都没留给我。或许他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怎么会呢？我虽然没有子女，但是我也知道10月怀胎、分娩养育的痛，锥心刻骨。你娘不会忘记你的，就好像你现在不会忘记她一样。萧逸，那天多亏你冲进火海，把芍药救了出来。你身上的这些伤疤，
都是我们两兄妹亏欠你的。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，更何况我和你娘的情谊。当年啊，我孤身嫁入王府，只是一个侧室。你娘待我像亲姐妹一样，没有让我受过一丝委屈。希儿，不要多想，也别跟你爹爹置气，好不好？他这些年都在记挂着你。啊，今日在芍药那儿，我说了些让你难受的话，托你赔个不是。一家人，这有什么呀？芷儿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这对面没有了火光，西修寺的茶子竟然撤了。大概是看咱们实在翻不出什么水花吧。四婶，你饿不饿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如今要说这个，那可就停不下来了。那你说嘛。我想吃金记的酸梅子，酸酸的，脆脆的，开胃口。我想睡了，梦里说不定能尝尝。那咱们回去睡吧。不能再等三婶他们想出什么高招了。四婶等不了，钟叔和祖母都病着，恐怕也等不了。哪怕只能救一时之困，也不得不为之了。沈老夫人，劳您惦记了。老夫人这几日好多了。老夫人在哪？我去看看。这边。你是朱氏吧？是沈老夫人。你家芷姑娘可在？我怎么没有见到她？芷儿她一早就出去了。哎呦，真不巧。老姐姐。我来看看你，这些日子，你受罪了。家里这个样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沈公和你近来可好？他为了府上的事情，也是日夜紧忧，没睡过一日安稳觉，连累你们损伤心神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到了这个岁数了，没有什么不愿认的。今日你是有事要同我商量吧？你我两家情非泛泛，都是造化闹人，到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我哪有什么事啊？你我姐妹好久没见了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？今时今日，你这番话让我铭记在心。掌柜，哎，小娘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回不捉弄掌柜了。
哎呀，那全家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，你就把自己当个精光，能够吃几天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掌柜，你行行好，多算一点啊。好，我看看。啊，姑娘，你看120文可以吗？谢掌柜。哎，好。今年的新米，大米，今年的新米呀！抱夏，你去买也好，租也罢，赶紧弄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来。不会庄子了？不会，我去买一些红纸跟笔墨，过了明天就是元日了。要不然就喝点儿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小娘子长得都挺水灵。哎，我认得她，她不是花家那个小娘子吗？那天她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瞧得真真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被抄家的那个花家呀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一门4进士的花家，就是她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是。原来是在画桃符呢。哦，桃符啊。可惜啊，我家今年的桃符已经挂上了。我说小娘子，您这光写字哪成啊？就是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绝活？一并亮出来，给我们大家伙瞧瞧呗。就是啊，亮一亮吧。唱曲儿会不会啊？你这小脸蛋儿，小身子，跳舞成不成啊？哎呀，不行，展示啊！别管。咱们回去吧，我情愿饿死，我也不想受这份委屈。咱们凭本事赚钱不丢人，继续摸。合不是吗？这害羞上什么大学？就是。可说呢。元日快到了。桃符，这桃符是什么呀？小娘子，你给我写写看，这桃字怎么写？这福字又怎么写？是个买生桃符啊，趁早滚远点。哎呦，这嘴还挺厉害。你何必听呢？我说，再写个让大伙瞧瞧呗。是啊，让我们瞧瞧，瞧瞧呗。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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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一个。借过。哎，这哪儿来的这？论笔微薄，望娘子不弃。郎君想要什么字？任凭娘子做主。悬于何处？悬于在下书房门口。这写的行不行？能写出啥来呀？哎，别说写的还挺好啊，还行。这有两写的不错，是啊。好句，好字，气象何等壮阔，落笔更有二王之风。郎君过奖了。得蒙娘子不吝，下次墨笔，在下仰瞻轻犯，3生不谢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怎么撕了呢？这好歹是拿钱买来的。哎，凑个热闹，看看小娘子就得了。花家那么晦气，我可不想贴在家里。你敢？
不过呀，他要是肯做我的外室，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说的也是啊，我也不要，跟花家扯上关系，那能是桃符？那是瘟神。哎，走。喂，我怎么着？你来一个，那我来。别写了，他们只是无聊，在作弄你。他们为无聊，我为挣钱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就别挡着我们看小娘子啊！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今日，沈姬再次出嫁了。你那日说，我们本就没什么关系。不是的，我沈姬钦佩你，敬重你，从第一次在统江府遇见你时就是如此。哪怕你不是华家人，哪怕你不是女儿身，我也想同你做朋友，做知己。当然可以啊。哎，这不捣乱吗？哎，咱们真是情深意重啊！继续，说两个人了，刺史，有个情报。以后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，不用再给我送过来了。是，刺史。去，买个桃符啊，元日要贴的。是。阁下留步。往后退。请问城中的药房怎么走？你不认得我，你是抄了我家的人，那你还来问我？花家戴罪，我问他们，他们要么不敢说，要么就胡乱骗我，所以我只能问你了。你不怕我？是，每次你都不怕我。我们花家已如蝼蚁草芥，你们七秀司奉旨办案，一直紧盯我们，是不屑杀我，也不能杀我。看来今日获利颇丰啊！哎，你看啊，那条巷子左拐，看见石狮子就是了。听说沈大郎同你定过亲，如今婚事黄了，就开始抛头露面，自暴自弃了。若抛头露面便是自暴自弃，那你整日遮着脸避着人，连天光也不见，那你岂不是天下第一贤淑首领？方才还看到沈大郎来买你的桃符，真是对苦命鸳鸯啊，挺叫人唏嘘的。我与沈家早无瓜葛，沈大郎买了，满城的人也买了，难道都与花家有关系吗？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？想护着他？你恨我吗？于私，你我素不相识。于公，你和我祖父同为朝臣，阁下识君之路，花家承君之怒，只是不知来日这雷霆之怒会不会落在你头上。这桃符什么意思？你不识字啊？只认得一半。什么叫只认得一半？上半句我认得，是宋延卿的佳句。下松山悉多所思，携家人兮不迟迟。松间明月常如此，
君在游西复何时？如此情景被你下半句一衬，风雅全无了。眼下既无明月，也无佳人。四师，你的马车是坏了吗？行得如此迟。驾！驾！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丢下姑娘一个人回来呀。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是姑娘让我先回来给你们送吃的呢。说我。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，把东西都搬下来吧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吃的用的都有了，老夫人的药也抓了，怎么还是不高兴啊？芷儿，啊，这些都是你挣回来的，至少不用饿着肚子过除夕了。来，快搬！老夫人，多喝些热汤。今日这汤里竟还有肉呢，都吃吧啊！这玩意儿搁以前连家里的狗都不吃，现在倒成了稀罕物。李哥，今天有肉，你多吃点儿。真香。可不是嘛，现在闻到这一丝丝的肉味儿，竟像是过年了。二婶娘，你糊涂了，今夜正是除夕啊。是吗？那也不知老太爷跟老爷们能不能吃上口热饭呀？好想再吃一顿团圆饭，哪怕不宜素食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。都好好吃饭，别糟践了芷儿的力气啊！快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芷儿，你累坏了吧？四婶，我今天留了5文钱，给你买了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煎梅子。老夫人配药的饴糖还剩下些，姑娘上次带回来的果子，我试着用糖煎了煎。四夫人，快尝尝。好吃呀，花枝，你尝尝。太酸了。好吃的，我不吼你。福东，你这手点石成金了。好吃。要我说呀，这比经济的煎梅子还好吃些。那梅子1包要5文钱呢。你现在知道要5文钱了。若是福东用心做，只怕经济要关门。四夫人若是爱吃，我倒是可以照着经济的口味做来试试。只是不知这些红果是哪里来的。这庄子往东3里地有一片林子，尽是红果子。你若再去摘，记得带些吃食。那里住了一个孤寡老妪。好。一老一小的，
摘也摘不了，卖也卖不掉，这才留到冬天，便宜了咱们。现在这天底下可怜人可真多，如今又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。哎呀，过来呀，来，大姑娘，这会儿可有空闲？三夫人，请说。先下去吧。我是昨日才知道什么叫听见铜钱响，如听神仙音呢。你是知道的，从前府里就属灵儿的字写的最好。下回带上你的小妹妹一起写桃符去啊！我不去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亏你也深得你诗礼簪缨之家，这等当街卖货的丑事，连我2个丫鬟都羞于做。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赚这臭钱。读了几句书，难不成就能吃风屙烟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丫头？你不写是吧？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娘，这是我的早川西行图，你别动它，你别动它。什么西行东行？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顶过饱？倒不如交给你大姐姐卖几个大钱，好歹不让肚皮闹饥荒。给我，你给我！你不觉得烧它也不卖它？好啊，你烧啊，你烧，你烧，你烧啊！你有这个气性，就把它全烧了。今天不断了你这个念想，就怕你以后一门心思全吊死在这些闲事上。闲事？你从前逢人就吹嘘我多么有才学，无论我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听。今日你倒是说了实话了，你压根从没觉得我有什么长处，只拿我往你自个脸上贴金。哎，三夫人，元日今日就过完了，过了节庆，无论是桃符还是字画，多半就冷了。我也是趁着花家摆摊的噱头，等新香过去了，只怕无人问津。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花灵也不必掺和进来。这个死丫头，赚多赚少，总算是有进项。年是过了，可是以后吃什么呀？赚钱的事情多如牛毛，只怕三夫人不肯。嘿，这丫头，我未出阁时可是拨惯了算盘的，我做过的买卖比你逛过的都要多。你个小丫头，就不必指点我了。只是，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一时救急还行，若是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呀。夫人说是，那便就是。姑娘，沈郎君来了。啊！沈郎君，你来了。三夫人，刚得的消息，大理寺医沈杰先生他们俱无性命之忧。上天保佑。沈杰之后，花家男丁就要分批押解，流放北地。今日庞之都已出发，3日后一早，先生他们就要被押解出城了。外省门外有个十里亭，凡是流放之人会在亭中停留片刻，勘验身份。若要相见，便在此处了。只是去不了许多人，至多2、3人，不然恐怕差人不许相见。好，多谢沈郎君相告，我马上去找老夫人商量。华晨，我不便在此多留。3日后一早，我会在竹林外巷后接上3位女眷，前往十里亭相见。若有什么要捎给他们的，一并带去吧。我听闻北地滴水成冰，4、5月里雪尚未融，官人向来畏寒，如今这节气北上，如何受得了？更何况老太爷呢？侄儿昨日才买，记得运了些布匹回来。是，快要开春了，本想给大家裁单衣用的。不，把那些布匹都拿来吧，做成衣袄，记得一定要宽大些。先前沈郎君买的那些也拿来，把它拆了，里面的棉絮掏出来，续成厚衣。
你再带上几个丫鬟，多买些针线回来，越结实越好。是。除去自家的男丁，旁系的男丁也千万不能忘了，他们的家眷多半得不到消息，准备不了什么。3日之内，无论如何要做出43件棉衣出来。我们华家的男丁，一个也不能冻死在那边。是，老夫人。棉胎不要，都掏尽了，要薄薄的接做3层，留一层在里头，不然爷们儿没冻死，咱们倒都冻死了，知道吗？是。若是知道啊，哪些是给老爷们弄的，我就给他铺得厚厚的。我的姐姐，你糊涂了。那老爷们的自然由夫人们缝啊，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我了？咱们这些活呀，都是给旁支男丁缝的。玉珠、红泪、莲幽，你们3个随我来。是。什么好东西回来？这么多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他们爷儿几个快要上路了，能不能回来还未可知，总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上路吧？我进了趟城，买了张记的炙羊肉、盛记的烧鸡，还有几坛屠苏酒。母亲，你哪来钱买这些啊？我把玉珠，还有你的那2个丫鬟给卖了。什么？莲幽、红泪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。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把它卖了？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这些丫鬟本来就是我买的，现在卖身契在我手里，如今一时走投无路，把他们卖了又有什么不可？思前想后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都窝在一起受罪，偷的偷，跑的跑，倒不如都交给人牙子。一个整齐的丫鬟，卖了钱，可以供一家老小吃上半月。都围在这里看什么？搬进去呀！福东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3夫人的，别怕。可我的妻子还在3夫人那。姑娘，我是轮了好几手，侥幸遇到大夫人这样菩萨般的主家，才能活到今日的。若是再被发卖出去，定然是没有命活了。来，我来吧。芍药，今天开心吗？我同父亲说过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郎中来了。啊？连他们也不来了吗？连他们？郎中来，我还可以同他们吵架。郎中要是不来，我能跟谁说话呢？猫又不会说话。是啊。是不是？萧姨这么忙，应该也没时间陪你。那些丫鬟呢？可有你喜欢的？
那等哥忙完，每天都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每日又能陪他几时呢？饶命啊！别怕，我去看看。见过世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奴婢对献王妃不敬，小的奉命整顿王府。如何不敬？你又奉谁的命？这些嚼舌议论，小的哪敢再说第二遍？是萧王妃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让小的处置。去吧。是。头儿，那可是林王府，您倒是来去自如。我们要是被逮的，那就别让人逮着。今晚就去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薄雨长得这么快，都不知道能穿多久。三嫂，我这儿还剩些棉絮，给薄鱼添上吧，孩子受不得冻。拿着。这橘子哪里来的？我昨日进城买东西，见着了卖橘子的小贩，本来想买几个回来，又舍不得那钱。哎呀，我心里难受，就跟着那个小贩走了很远的路。你猜怎么着？从他的担子里掉出来了一只，我赶紧捡起来。从前在府里，谁稀罕吃橘子？不说这些了，赶紧吃了吧。不，我吃它做什么？这死丫头，打量我不知道啊，成日跟纸丫头在那边鬼鬼祟祟，背着人沤酸水。我也是过来人，这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的事。赶紧吃了吧。三嫂，我真不要。福东给我做了好些炒红果，够吃了。朵儿最小，给朵儿吃吧。她在换牙，吃不得酸。三嫂，我真的不吃，谢谢三嫂。
明日背完一则孟子才能吃一颗，好不容易从府里带出来的，这以后啊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进来。二嫂，给你们家伯礼吃吧，整日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大嫂，你家柏林比波里大，让一让他啊。应该的，他一个小哥，哪怕悬梁刺股的苦读也是应该的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大嫂，你怎么还留了钱呀？咱们苦一苦没什么，就算去要饭也活的。这些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子，得先紧着爷们儿用。这人都说，穷家富路。山高路远的，他们好歹得有些银子傍身吧。所以，我是想把这些银子缝在衣服里面，给他们送去。你也有？前几日芷儿给我的，我们娘俩也就这么多了。那要不要跟他们知会一声啊？千万不可！之前老夫人让咱们交钱，咱们都死死捂着。这现如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要怎么说呢？二嫂，我听你的。娘娘，你可是好人呐，冤头杀手，你可千万别来找我。阎王殿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陈琴，去外边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你是世子？你既认得我，便是王府中人了。你叫什么？世子饶命，奴才姓董，在府上的膳房当差。你为何要在我母亲院中焚纸燃香，还泼狗血？
老奴对不起娘娘啊！老奴上了年纪，明年便要离开王府。可这些年，老奴夜夜做噩梦，生怕娘的冤魂前来索命，迫不得已才行此下作之事。说清楚，你如何对不起他？那日正是上元节，府里到处都是人，一直热闹的深夜，只有王妃的住处寂静无人。我偷了几件银器，无处可藏，便来到娘娘的院外。我是想着先埋在那儿，等风腾过了再挖出来卖掉。结果突然听到院子里发出一声“砰”的响声，就像放了个小炮仗。紧接着，院子里便冒出了火光，我听见娘娘在喊救命。大火刚烧起来的时候，无人知晓。我本来想跑到院门口看看怎么回事，可是我看到好些人都过来，我当时吓得要死，只能跑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娘娘没能逃出来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若是我当时没跑，是不是就……后来下了场大雨，大火才灭了，娘娘的住处被烧得漆黑一片，我心里有愧。过了一阵子，便带着香烛前去祭奠，结果我亲眼看到，在那漆黑的砖瓦上结着一层白霜，那一定是娘的冤魂不散在显灵啊！今日我放你走，但有一点，当年的事你再好好想想。若想起什么，拉开这支警报，有人会带你来见我。若线索有用，我必有重赏。谢世子，谢世子，老奴记下了。来人，带他出去。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答谢。擦擦吧，别去掉衣裳上了。喏，给你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。我方才在灵堂上看了好久，那些大人都在装哭，只有你真的在掉眼泪。真弄不明白，王妃是这样好一个人，除了你这个小孩，竟然没人愿意为她掉眼泪。你真的他？那夜我在院子里迷了路，误闯到这里，王妃非但没有怪罪，还派一位老嬷嬷送我出去。我母亲向来独居，身边并无嬷嬷。你认错了。她是你母亲？那孩子能随花一阵来灵王府，要么真是同仆，要么是花家子侄。如今也该18、19岁了吧？他见过那个所谓的嬷嬷。
哦，把他送走了。这2天我叫火把他盯紧。花家男丁今日流放，几时出发？卯时。哎呀，大嫂，我找柏林要了双鞋，得给柏玉带上。这孩子脚嫩，走这么远的路，定然受不了。我谢谢您啊。好，给我放好一点啊。是夫人。待沈郎君的车一到，慧兰、金娥，你俩陪我一同去。是。你个孽障！从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今日你竟敢公然去给花义正送行，你非要把你祖父，你老子拖累死才甘心吗？